does perfect even mean? Is there even such a thing? Ooh, can we switch up all the rules and imagine a utopia? Darling, I'm just so fed up with these expectations. 今儿拍什么呀？今天拍个韭菜啊！哎呀，这膜包快用完了，也不知道春风给不给报啊！我操，大哥，你这效率这么高吗？长得挺疼的，哎，不过有气膜包还是好啊。那今天呢，在万驰赛车场试驾了2022款的春风250 SR 赛道版，也叫 MY22，这个名字真的好长啊。那今天在赛道上跑了4节，其实想多跑，实在是因为现在体力不太行啊，到底是年龄大了。今天天气特别好，跑起来也非常的爽。那么今天在赛道上骑了这个车啊，给大家分享一下啊，这个9升1降的2022款的250 SR 赛道版到底有哪些变化？因为最早的车啊，刚上市的时候我就骑过，然后21款的赛道版我在天马骑过2次，然后这次骑到这个2022款的赛道版有一些变化，我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些变化，实际到你的体验上，哎，有哪些方面的改变？那摩托车下赛道呢，玩的就是运动性。运动性包括动力、操控、刹车3个方面。那么影响车辆动力体验的因素呢，就有发动机的功率、扭矩，包括变速器的匹配，还有车辆的重量。MY22它的功率和扭矩较21款都有一个提升啊，最大功率从20.5来到了21.5，最大扭矩呢从22牛米到了22.5牛米，但是爆发点从原来的7500转降低到了7250转，就是扭矩的爆发点提前了。那么重量部分呢 ，MY22呢减重了8公斤，是157公斤的整备质量。动力的增加车辆的减轻，那么提速这一块是有一个变化的。MY22的它的这个100公里加速比21款的赛道版要快了0.5秒。极速方面我没有去测不过我感觉极速方面应该变化不大，因为什么呢？我对比了，我在天马骑21款赛道版跟在万驰骑这个 MY22一些视频数据，我看了一下，在4档、5档、4档爆转都是113那5档进红区都是120，哎，所以这2个数值基本上是一样的。那么极速方面，我觉得相差不会特别大，有可能说 MY22高那么几码大概也就是这样一个表现。所以重点它的这个动力的变化还是在提速方面。那么变速器方面呢 ，MY22的它的传动比并没有改变，但是调整了这个换挡机构。就是原来这个21款的赛道版，它在这个低档位的时候它存在有时候有一些这个卡顿的情况。那么现在这个换挡机构调整之后呢，换挡确实要流畅了。震动方面呢，就是因为跑赛道嘛，对震动其实并不敏感，因为人处在一个比较兴奋的一个状态。但是在大直线上是能感觉出来，因为大直线到最后其实是油门顶在那里等着进直线的。那个高转的震动是有感觉的，就是 MY22是要比21款的是有优化。那么操控的部分就是影响操控的部分呢，主要有车架、悬挂包括车身的重量，包括轮胎这4个方面主要影响是操控。那么 MY22它的这个主车架结构和21款是一样的，这块没有变化，但是材料上发生了变化，重量减轻了但是强度更大。这个呢，在春风250 CLX 上其实就已经看到了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后悬挂从这个钣金焊接的这个双摇臂变成了现在是铝合金的单摇臂。在小排量的这种跑车上面用单摇臂，这个呢也算是中国特色，因为这个玩意儿它不仅是成本高，而且工艺难度也大。
但确实有卖点。后减震弹簧它的刚性是增强了，适当的降低了阻尼。那么对于这样一个级别的原厂的这样一个减震来说啊，有这样的取向，它的支撑性会更好一点。如果说这个弹簧的刚性不足，靠阻尼去调整的话，那其实它的支撑力还是不够的。所以目前这个状态更适合这个车。那前减震方面呢没有变化，还是 QIB 的这个减震。轮胎呢是采用了新的结构配方，重量呢也减轻了0.8公斤也适当的降低了一些簧下质量。那以上这些信息呢，其实都是产品资料里的信息。那实际的体验上呢，车架强度增加，包括后悬挂的这个调整，确实是提升了这个高速弯道的支撑性和稳定感。后轮的循迹性也比之前更好。同时啊，就是在翻身的时候，快速翻身的时候，这个稳定性也是有增强的。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后减震的这个运动姿态也能看到，在这个压缩和回弹的时候，它是比较柔和的，就是在原厂状态下有这样一个表现，这个已经是不错的水平了。那么后摇臂它这个横向，其实摇臂主要是抗横向扭力的这个横向的这个姿态也是比较稳定。那么在转向的灵活度方面包括倾倒速度方面，21款的赛道版本身它这个表现就不错。那么 M22呢，它降低了一些重量减轻了8公斤，然后轮胎也轻了一点，就是灵活性上有些许的这个提升，但说实话并不是特别明显，让你感觉哇一下轻了这么多。但如果说要大幅度提升这个车子的转向的灵活性，包括这个下倾角这个速度要改什么呢？把重量进一步减轻再减个8公斤左右，要么就是把车架这个参数重新调整，就相当于重新开发车架那目前这样一个主车架，在这样一个状态下，它的这个灵活性其实比21款有提升，但是并不是特别明显。那么刹车方面呢，后自动的这个刹车盘来到了240但是我们在赛道上基本上是不用后刹的，就是小排量，基本上不用后刹的。所以呢，对于这个后刹车的制动效果这个体验只能到这个道路上去感受了。那么前制动表现呢，在这个万驰赛车场我感觉是够用，因为万驰赛车场它用重刹的地方不多，只有一个2号弯的回头弯。那关于赛道部分的体验呢，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明天呢，我们会骑到这个车到山里面，到省道、国道上去体验，就是感受在日常骑行当中这个车有哪些变化。咱明天路上见。